欢迎来到壁画太多助眠故事。今晚，我们要把脚步踩进一片被海水悄悄掩埋的谜团，不是恐怖故事，也不是鬼打墙，而是一处在太平洋边缘，居然长得像海底金字塔的遗迹。它就躺在日本冲绳县与那国岛的外海，最早是1990年代初一位潜水教练不小心撞上的。这位潜水教练原本只想着带客人看看海龟，赏赏珊瑚，结果在深海下突然看见一整块像是被削过的巨大石阶，那种边角分明的程度，一看就让人怀疑，这不会是人造的吧？从那天起，与那国海底遗迹这5个字开始搅乱了地质学界、考古圈，甚至还有神秘主义者的梦。请为壁画太多送出你的 hype 积分，也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坐标和此刻时间，看看今晚有多少人一起潜入这片深蓝。现在，请关灯，一起进入今晚的故事。那是一个普通不过的晴天，海水很蓝，风平浪静，浪花卷着阳光，像在和岸边的岩石打闹。佐藤健一是一位在与那国岛带游客潜水超过10年的资深老教练。那天带着3个东京来的客人准备潜水，他们的目的很简单，看看海龟，拍拍照片，然后浮上来喝点啤酒。但就在下潜到25公尺左右的深度时，佐藤突然发现了不该存在的东西。他先是觉得眼前出现幻觉，那是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块，边角锐利，表面平滑，就像一个被刀切过的巨大平台。而这个平台不是一块孤零零的岩石，而是一整片石阶状的结构，层层向下延伸，仿佛一整座古老城堡正在水底打盹。这不是自然的。佐藤后来回忆，他当时简直忘了自己在水下，还差点没换气。他迅速用水下摄影机拍了一圈，上岸后直接联系了几位搞海底研究的朋友。那组照片没几天就在潜水社群里炸开了。有人说这是失落文明的遗迹，有人说是远古宗教祭坛，还有人立马联想到亚特兰蒂斯。接着是日本地质学家木村正昭教授进场了。1992年，他亲自潜入遗迹，对那片奇异石阶进行了初步勘察。他当时的判断很果断，这是一处人工遗迹，疑似来自1万年前的太平洋早期文明。这个说法在当年轰动了全国，连 NHK 都跑来拍了纪录片。然而另一批学者立刻出来反驳，这是自然风化加上海流侵蚀形成的海蚀地形，全是错觉，别瞎想。到底谁才是对的？说它是自然现象也合理，毕竟大自然常常比我们想象的更有设计感。但如果说它是人造的，背后就不得了了，那可是颠覆亚洲史前文明认知的爆炸性发现。于是，一场关于这片石头是不是人做的世纪辩论，在水下30公尺的深处悄悄开始。从现场照片看，这片海底石阶最上面是一块巨大的长方形平台，大约宽20公尺，长50公尺，周围像阶梯一样一层层往下延伸，每一阶高约1公尺，深约2公尺，规则的几乎不像是岩石能自然形成的形状。而在靠近底部的地方，还有几块疑似柱子的结构，一根根像是倒塌的柱廊躺在沙地上。这种形状对齐的感觉，是最让科学家争执不下的焦点。更有意思的是，当有人试图用无人机在水面上往下拍时，竟然隐约能看出一套对称布局，像是某种有意图的建筑群落。如果这真的是遗迹，那建造者得在史前时期拥有极强的石材切割与搬运能力，还要懂得城市设计，这完全不符合我们对当时原始人类的认知。随着讨论热度升高，记者、网红、探险家都涌入与那国岛，
一时间，当地民宿全爆满，潜水装备被租光，岛上卖煎鱼干的小店都开始卖海底遗迹纪念 T 恤，而佐藤教练成了发现者，他被采访到烦，最后干脆贴了张纸在潜水店门口，请不要再问那块石头了，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但这块石头的问题并没有因为热度过去而被遗忘，反而引来了越来越多疯狂的猜测。有人说那是雷姆利亚大陆的遗址，一个传说中与亚特兰蒂斯齐名的古老大陆。有人开始画出水下城市的复原图，连地图都有了，甚至还有外星文明爱好者跳出来说这是宇宙文明在地球留下的信标。主流学界对此一笑置之，他们认为这样的地形其实在世界其他海域也曾出现，比如加勒比海附近、地中海沿岸都有类似石阶地形，而且岩石本身是沉积岩，层理结构清晰，只要被海水冲刷上百年，就能形成那样的层次感。不少地质学家指出，与那国这片海底的岩层原本就是倾斜层理，再加上断裂与风化，很容易自然形成直线感。木村教授当然不服，他坚持自己潜入过10几次，每次都发现更多细节，比如平台边缘有像是人工刻痕的线条，还有一个像通道一样的开口结构，怎么看都不像是自然随便搞出来的。但你说服不了一个拿着放大镜看海底的教授，也说服不了一个说这是外星人干的 YouTuber。 真相就这样泡在海水里，一点点酝酿着更大的疑问。当人们还在为那组震撼的水下石阶照片争论不休时，一个更加诡异的细节悄然浮现出来，那些石阶的形状、走向与构造方式竟然与某些远古文明中用于祭祀或观测天体的高台建筑有惊人相似之处。换句话说，这不只是块长得像的石头，而可能是一座功能性建筑的遗迹。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层一层整齐向下延伸的梯形结构，像极了玛雅文明中的金字塔，或者古代中南美洲用于通神的祭坛。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么一座巨大的高台，如果真是人造的，那又是为什么建在海底？难道它一开始就是为了泡在海里而造的？还是说这片海域曾经是陆地？它就像是被海吞掉的一座城。这是日本地质学家木村教授在接受 NHK 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他认为这不是沉没，而是被掩埋、被遗忘、被时间一点点擦去了所有身份线索。他的理论是，公元前1万年左右，地球经历了剧烈的冰川融化，海平面迅速上升，许多沿海文明因此消失，而这片遗迹很可能就是那一波海水反扑中的受害者。也就是说，它曾经就在陆地上，就在你现在站的这片冲绳群岛附近，只是后来被海水覆盖，如今才从水底探出一点遗迹的影子。不过这种冰川说立刻被一堆地质专家怼了回去。反对者说，与那国岛的海底地层结构并不支持大陆沉没的假说，而且那些石头本身没有任何人类加工的残留痕迹。他们认为石阶状构造只是自然界的巧合，就像你小时候在山里看到的5连石阶，你可能会以为是谁修的，其实只是风化与时间的堆积罢了。可问题是，人类对巧合的忍耐度很低。你看到一块石头长得像方桌，你能接受这是偶然，但你看到整整10几块石头，一层比一层规整，像是被刀削、被摆放过，那种直觉上的不自然，很容易让人一步步走进想象力的深渊。更别说当地渔民们早在这片水域附近就流传着沉没村庄的古老故事，说某个时期海水猛涨，整座村子沉进海里，只留下夜里海面上闪过的光。
于是大家的脑洞开始不受控制的扩张。这个遗迹难道是某个已知文明之外的存在？比如说那些历史书里根本没提到的太平洋消失文明。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一个神秘词汇——木大陆。别误会，不是中国的木，而是 Mu， 一个西方19世纪末传下来的神秘大陆传说。据说这是一块比亚特兰蒂斯还古老的巨大文明，横跨整个太平洋，有高度发达的技术、文字、建筑系统。传说这块大陆在某次全球性灾难中沉入海底，只留下断裂的岛屿，包括夏威夷、复活节岛，甚至琉球列岛，都是它沉没后浮出的残片。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某部动画片的设定？但问题是，这个传说在日本、印尼、波利尼西亚和墨西哥的民间神话中，居然都能找到相似说法。一块消失的陆地，神秘的建筑遗迹，突然的洪水灾难。于是有一批非主流学者开始疯狂地套公式。与那国岛的海底遗迹，不正是缪大陆遗迹浮现的证据吗？他们开始从建筑角度分析，从结构对称性、排列角度、台阶深度、地理坐标等统统列入计算。有人甚至提出，这块遗迹的走向可能与古代天文观测有关系，是为观测夏至、冬至而建的海边天文台。好家伙，这一套讲下来，比夺宝奇兵都精彩。但无论支持与否，这些说法反而让这个遗迹长出了第二条命。它不只是被发现了一次，而是不断被重新解读、再发酵、再神化。它成了一个可以随便投射想象的画布。你想找遗迹，它就像；你想找证据，它就可能是；你想找外星人，他也不反对你多多去猜想。而就在这些争议越演越烈时，有人突然注意到一个被忽略的细节：这个遗迹的地理位置刚好就在琉球列岛的构造活动带之上，地壳断裂频繁，火山活动频繁，地震更是家常便饭。这是否意味着这片遗迹也可能是地壳运动的副产品？石头本来就在那里，只是由于板块活动被抬高、被扭曲，最后形成我们看到的样子。这又把整个话题拐进了地质学的专业术语里。到底是板块在动，还是我们的脑袋动得更快？你游在水里，看到那一层层石阶如梦似幻，阳光斜斜洒在断裂的边缘，仿佛有什么记忆从岩缝中渗出，又随潮汐退去。你想靠近，却又不知该从哪儿找开始。如果说海底石阶是硬核证据，那支撑起它背后的是无数代琉球人私藏在口耳之间的传说。那些没有写进历史书、没有刻进碑文的古老故事，反而成了如今最具想象力的线索。与那国岛周边，早在1000年前就是船只来往的重要海道，而海上的人总免不了跟大海谈条件，也最容易听见风里传来的神秘细语。比如说，在与那国岛的东南方向，有一片叫阿加里水道的深水区域，当地渔民至今仍习惯避开，不只是因为水流急，而是因为老一辈总说那里住着沉下去的村庄。村庄怎么会沉下去？没人能说清楚，但大家都知道，晚上从那里路过，不该大声说话，不该往水底张望，更不要轻易捞起漂浮的光点。什么光点？没人敢问，只说看到它就回头。而这种类似水下禁忌的说法，不只存在于与那国岛，往北几十公里，石垣岛和宫古岛上也有类似的传说。曾有一个村子被突然升起的海水吞噬，只剩下一个石碑，每年某个夜晚会隐约泛光。而这些故事虽然听着像是童谣，
但仔细一对照，那些所谓沉没村庄的位置，竟然都与水下遗迹分布有重合。有民间研究者根据渔民口述画出了传说沉没区的草图，结果赫然发现，与那国遗迹正好处于这些传说地带的正中心。这是巧合还是口述历史的残响？要知道，在文字发明之前，很多历史本就是靠讲的、唱的、编的流传下来。只不过后来我们太过依赖文字，反而遗忘了语言中也可能藏着真相。更关键的是，有一些琉球传统祭祀仪式中仍然保留着向海底献礼的动作，比如宫古岛上的普底祭，女性巫者会在黎明前将手工编织的绳结、米酒和鱼骨放入海中，念诵一段只有族内长者才懂的古词，意思大概是归还给下方的家。哪个家？没人解释，但那个方向很明确，是海底。如果这是宗教仪式，那它为何不是朝天、朝山、朝火，而是朝海下？而这种向海底致意的行为，其实在整个太平洋诸岛文化中都能看到。波利尼西亚的某些部族也有向下献礼的习俗，而南美秘鲁沿海某些古遗迹中也有指向大海深处的通道。这些文化碎片仿佛拼图，总有人试图把它们拼起来，拼出那个可能存在过的古太平洋文明。你想象一群生活在万年前的先民，他们不写字，却能建高台、凿石阶、航海千里，甚至在大海上建城，是不是有点太梦幻了？但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它经常在你以为这不可能的时候，丢出一个也许是真的。比如复活节岛那些巨石像，早年也被认为是神话，直到后来挖出建造轨迹、运输工具，才被认定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所以，如果说琉球海底遗迹也是古人留下的工程，你能断然否认吗？而这种说法在琉球民间其实早有端倪。根据当地一位70多岁的巫女描述，祖母在她小时候就讲过一个故事。很久以前，天还没分开，海底住着会说话的石头，那是古人留下的房子。他们死后变成泡泡，浮上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种讲法听起来像童话，却也像极了文明的回声。你可以说这是虚构，也可以想象一下，也许那位祖母的祖母曾在某次退潮时真的看见过石头上的刻痕、台阶，或者一块残破的门框。当然，在没有硬证据的情况下，这些都只能是传说。但正是这些传说，让那一块块冰冷的石头多了一丝温度。有时候不是我们想象太多，而是历史给出的线索太少，我们只好补上自己的想象。而正因为这样，民间的声音反而成了最早的线索。它们不精准，但它们流传久远，经得起风吹雨打。就像古代的航海图，哪怕画得歪七扭八，仍然标记着这里有岛，那里有浅滩。而琉球的传说正是那种模糊但执着的指南针。它告诉你，这片海底可能曾有过生活，有过歌声，有过高台，有过神奇，也有过沉默。你不一定要相信，但你不能假装它不存在。而你此刻听到的每一段故事，其实都是海底遗迹在水面上的回响。它不大声，却有韵律；它没有轮廓，但能勾起图像。它让你想象，有一整座城市，如今正躺在深蓝的褶皱里，等着某个合适的夜晚，在梦里慢慢浮现。如果你也曾戴上面镜，背起氧瓶，在海里潜过水，那你会知道，海底的世界从来都不像水族馆那么干净明亮。它有悬浮的微粒，有搅不清的暗流，有时光斑驳驳，有时一黑到底。
而就在这样的深海之中，第一批亲眼看见那座遗迹的人，不是科学家，不是考古队，而是一群全副武装的潜水员。他们不是来破案的，而是来观光的，甚至还有点看热闹的心态。但当他们真正贴近那一片巨石结构，看着自己在石阶上缓缓漂浮时，没人再笑得出来。我们不妨用他们的眼睛看看那片遗迹到底长什么样。首先是那块巨大的主平台，像一块被完美切割的大石板，表面竟然平滑的惊人，边缘则是一圈阶梯状的延伸，就像一层一层削下去的蛋糕，但不是圆的，是方的。侧边看，整个结构像是一座倒扣的祭坛，而你站在旁边时，会觉得自己像一只刚刚登上遗迹的蚂蚁，随时会被它的沉默吞噬。而在主平台的底部，有几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开口，它们不是自然的缝隙，而是规整、直角、内凹，看起来像门框，却又深不见底。潜水员用手电往里照，只看到一团深蓝和来回浮动的沙尘。有人试图游进去，但即刻被强旋流推出。那种被海水拒绝的感觉，就像被古老的建筑警告，别再靠近。这些潜水记录最早是由一个叫山田的自由潜水员团队上传到 BBS 论坛的。他们用了几台老旧的水下摄像机拍下了接近全貌的画面。虽然画质模糊，但还是能勉强看出主平台两侧对称分布的几个结构体，像柱子又像某种座椅。更奇怪的是，在主平台最靠边的一角有一块凸起的岩面，长约2米，表面刻着类似波浪的花纹。有潜水员回来后说，那像是刻意留下的文章，也有人说那就是普通的海水侵蚀痕迹。可无论怎么看，这些结构都让人难以忽略一个问题：如果这是自然风化的产物，那自然也太懂对称美学了吧？一块岩石可以风化成直角，2块也许巧合，3块、4块，那就让人想敲黑板了。尤其是当你在水下看到它们以惊人的精度排列，一排又一排，错落有致，你几乎不自觉就开始在脑海里补上，是不是这里曾有石柱？那边是厅堂，那边是不是就是阶梯，通往某种大厅？潜水员中的一位叫铃木的女生在潜水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看到那片阶梯时，不是想到了海洋，而是想到了剧场。她说，那种居高临下的结构感，仿佛就是为了让人站上去说话、跳舞，或者主持某种仪式的。他甚至脑补了某种水之神祭典的画面，穿着雨衣的祭司在高台上唱歌，下面是围绕着海螺的信众，水面是蓝色的天空，神灵从远方的浪尖慢慢浮现。听起来很梦幻，但问题是，这样的画面从哪里来？他没看过遗迹图纸，也没研究过古文明建筑，却能在一个水下平台上想象出仪式感，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座遗迹本身就带着某种叙事性，它不是碎片，是完整的结构，不是杂乱堆砌，而是有秩序、有分工的场域。它本身就是一个故事的起点，而我们只是刚刚前进开头。而且潜水员们都提到一个共同的感受：安静。不是一般的安静，而是那种听得到自己血液流动的安静。水下本来就静，但在那片遗迹附近，那种静几乎有实体感，就像走进一间上锁的剧场，幕布还没拉开，但你已经能感觉到舞台背后的呼吸。这种静让人不敢轻举妄动，也让人越发好奇，因为一旦你退后几米，看着整座遗迹的形态，那种它原本就是为某种目的而建的感觉就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在阳光从水面斜洒下来时，整个结构的边缘会泛出淡金色的光，石头的纹理也会被照出层次，就像某种被时间遗忘的徽章，提醒你
这里曾经属于谁。后来有团队带了 3D 扫描设备来做测绘，他们绘出的模型图中，整片遗迹呈现出极强的方向性，东南角最突出，主台阶面朝日出方向，像是在迎接某种天体运行的节奏。而在某些宗教建筑中，朝向太阳是极为重要的设计逻辑。这是不是也说明了这片遗迹不只是乱石堆？它可能曾是信仰的容器，是人类在远古时代与自然、与神灵沟通的媒介。当然，这些都只是潜水员与研究者们的直觉与猜测。但就像铃木说的，水下的遗迹不像地上的寺庙，它没有讲解员，没有地图，也没有游客声音。你所能听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他主动告诉你的。而正是因为这种沉默的讲述，才让它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谜中之谜。你站在那片石阶前，就像站在一段遗失的记忆边缘。你可以想象它曾经热闹非凡，也可以猜测它从未有过人影。但无论你怎么想，它依然在那里，不动不说，只静静看你走近，再看你飘走。如果说海底遗迹的整体结构已经让人疑惑重重，那接下来让研究者们头痛到捶桌的，就是散落其间的雕刻痕迹。注意，这不是一两条随便划出来的石头刮痕，而是那些看上去不太合理的造型，比如三角状凸起、螺旋形凹槽、半圆拱面，甚至还有一块像极了人脸侧影的岩石块。最早发现这些奇怪造型的人不是专家，是一位在当地生活了20年的渔夫。他说自己某次水下捕鱼时，无意中靠近遗迹边缘，看到一块石头上似乎有一排凸起的波纹，像是古时候某种图腾的底座。他没多想，只记下了位置。结果第2年他再去找，那块石头居然被一层海藻覆盖了，差点就以为是自己记错了。直到后来科学家下水，在那个区域重新扫描时，才确认那里确实有一些明显非自然的形状。而这些非自然的部分，正是考古学界最敏感也最难下结论的部分。比如那个被昵称为狮面石的结构，它位于遗迹平台东南角的一块倾斜岩面上，轮廓像极了一张动物的脸，双眼略凹，鼻梁隆起，嘴角微翘。最有趣的是，它的朝向正对着冬至当天太阳升起的方位。太巧了吗？还是说这就是某种图腾神像的残迹？一时间，人脸石成了与那国遗迹的水下镇馆之宝，很多游客慕名前来，专程只为看它一眼。不仅如此，在靠近平台底部的一段狭长岩带上，还有一系列间距一致的小孔，它们呈直线排列，深度一致，仿佛是某种器物插槽，又像是用来固定木桩的凹槽。木村教授甚至大胆推测，这可能是古人用以搭建木结构的基础，用于支撑某种棚顶或仪式装置。而更神秘的是，在最深处的一段岩缝中，出现了几道如涡旋般的痕迹，弯弯绕绕，层层递进，不像是工具造成的，而像是以某种图腾符号形式存在。看过这些照片的艺术家称，那是一种有意传递的语言，不是风化，不是海水，而是表达。可问题是，谁在表达？他们是谁？又要传递什么呢？这个问题没人能答得上来。而就在这些雕刻痕迹越挖越多的同时，反对派学者们也开始强势反击。他们拿出世界各地的类似岩层图片，从约旦沙漠、澳洲峡谷到台湾东部的海岸岩壁，统统有看上去像人脸的结构。他们说，这是人类的图像识别偏差，也叫巴雷多利亚现象。大脑会在不规则的图像中看到熟悉的形状，比如云像龙、墙皮像人、岩石像脸。科学上，
这叫视觉误判。而且那些小孔也可能是气泡与软质岩层被冲蚀后的自然产物，并非人类加工。但你知道吗？反而是这些争论本身，把琉球遗迹推向了新的热度高峰。因为你越是解释它没意义，大家越想证明它有意义。于是更多自带放大镜和扫描仪的研究者下水了，有人开始做微观矿物分析，检测那些雕刻区域的风化速率，结果发现某些纹理处的风化竟然慢于周边石面，这就有点反常了。如果是自然侵蚀，应该差异不大，为何这块反而更年轻？难道真是后期人工加工？也有团队试图从语言符号的角度解读那些螺旋与折线。有研究员将其与古夏威夷的象形图进行比对，竟然发现几组线条确有相似之处，特别是三重螺旋与环绕线常在波利尼西亚航海图中出现，代表洋流交汇或神灵入口。这一发现让神秘主义爱好者兴奋得不行，有人马上整理出太平洋符号谱系，试图证明这一带曾存在跨岛交流的共通文明语言。问题是，这种解释无法被证实，也很难被完全反驳。它就像是走进了一个你越不信它，它越能给你反馈的圈套。你不信它是人造的，它就给你更多对称；你怀疑它是自然的，它就丢出几块长得像表盘的岩石来气你。而这一切最终都逼近一个大问题：这些痕迹究竟是太平洋某段失落历史的碎片，还是我们现代人脑补出的美好错觉？其实无论是哪一种，它都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产物，就像古代人看星星一样的夜空，有人看到战神，有人看到猎人，有人看到祖先的魂，而那一颗颗星星不曾为任何解释改变位置，但人类却因此留下了无数神话。琉球海底遗迹也是一样，它可能是岩石，也可能是文明，但它最真实的作用是让我们开始去思考，人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你看着那块被海草轻轻拂过的人脸时，一时间分不清自己是在读一段失落的语言，还是只是看到了水和光共同构成的幻象。但你知道，不管是哪个，都有资格被倾听。在海底遗迹成为媒体焦点之前，它不过是冲绳海域中一块无人问津的沉默巨石。但随着关注度持续升温，各路专家与非专家纷纷赶来下水朝圣，一股混合了科学、想象与玄学的浪潮席卷了与那国岛。面对这样一处超越常规认知的遗址，主流学界怎么看？答案是分裂得非常彻底。首先是以木村正昭教授为代表的遗迹派，他不是神棍，而是东京大学地震地质学博士，常年研究琉球群岛的地质演化。他在多次潜水、实地测绘、岩石分析后提出，与那国的确存在被人工加工的痕迹，其结构特征、排列方式、朝向角度均非自然可以完整解释。他把遗迹划分为5个主要区域：主平台、阶梯走道、观测台、东翼通道与南园巨石阵。他甚至制作了一份草图，尝试重建这片水下空间的原始模样，一个拥有中央祭坛、对称布局、天文指向的宗教广场。这套理论立刻吸引了全世界古文明爱好者，很多纪录片也以此为蓝本，铺开了远古海底都市的宏大构想。但也正因如此，它成了主流地质学界的异类。日本国内不少同行公开表示反对，有人说它过于浪漫化地质现象，有人指责它拿不出实证，还有人直接批评它误导大众。站在对立面的是自然派，代表人物多为地质学教授、海洋研究机构的专家。他们认为，
与那国遗迹的岩层属于沉积岩，质地脆弱，容易沿着层理断裂，遇上海流与地震作用，很容易形成台阶状构造。他们还指出，所谓的对称、线条、人脸都是人为主观臆测，没有任何放射性测年数据支持，也没发现陶器、骨骼、碳化物等人类活动证据。因此，该遗迹应归类为海蚀地形的典型代表，其特殊之处在于地形暴露的较完整，误导了观察者。更有学者搬出了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果两种解释中自然风化比远古超文明更合理，那就优先采信自然解释。这种观点在学界是主流，尤其在科学严谨的日本研究圈，强调没有实证就没有结论。他们的态度不是否定，而是保守，不是说绝不可能是人工遗迹，只是现阶段证据不足，不能仓促下判断。而这番话听起来虽理性，却让支持遗迹派的人觉得有点像在踢皮球。在这场科学争论之外，还有另一群人加入了战场：神秘主义者、灵性研究者，甚至占星师。他们毫不在意岩层成分或地质年代，而是热衷于感应。有人声称在遗迹中心感受到强烈能量波动，有人说梦见了曾在此生活的族人，有人甚至画出了海底文明文字，声称能与遗迹沟通。这些说法在学术上自然站不住脚，但却极具传播性。你在 YouTube 随便一搜，就能看到一堆标题惊悚的视频：海底神殿的召唤，与那国文明是外星遗产，隐藏于深海的灵魂记录，点击率爆表。面对这种局面，科学家只能苦笑。有人无奈表示，我们用3年研究出的报告，不如一张外星符号图的传播力。这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真相真的重要吗？还是哪种说法更好听才更重要？而对于海底遗迹这样既没有书写记录，又没有可证年代的存在，本身就为各种立场提供了灰色空间。你可以说它是自然奇观，也可以说它是古人遗迹，还可以说它是外星人搞的。只要你说的动听，总有人愿意相信。而就在学术圈为真假争论不休时，岛上的居民却显得格外淡定。他们关心的不是遗迹属不属于史前文明，而是今年还有没有游客来。自从遗迹出名以来，与那国岛的潜水观光就成了当地经济支柱。饭店老板说，不管那是人造还是风造，只要有的看，我们就欢迎。渔夫说，他在海底那么久了，我们早就习惯了。甚至有村民打趣，你们科学家吵归吵，他还是照样躺在那里。这或许正是最真实的反应。在那些被论文、假设、模型纠缠不清的对话之外，这片遗迹最朴素的样貌是它在那里，仅此而已。你可以争论、测量、幻想、解构，但它不会辩解，也不逃避。如果你拿起一把考古学家的放大镜，再带点点福尔摩斯的执念，那么与那国遗迹最让人好奇的，或许不是它本身的形状，而是它长得像谁。也就是说，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类似的海底遗迹能和它对上号？如果有，那么它可能就是某个更大拼图的一角；如果没有，那它就是一只孤独的怪物，既不属于现代，也不属于历史。而全球类似的海底奇观还真不少，最著名的自然是大西洋彼岸的亚特兰蒂斯传说。在加勒比海、直布罗陀甚至冰岛海域，都有人声称发现沉没建筑，只不过没有一个被广泛证实。但无论真假，
亚特兰蒂斯的文化符号早已深入人心。它象征着高智慧、高科技、高傲而被毁灭的古文明形象。而在太平洋这边，最常被拿来与那国遗迹对比的是印尼的古纳卡里海底遗迹。它位于苏拉威西岛附近海域，同样由巨大石块组成，同样有类似石阶平台的结构，甚至还有人拍到过疑似柱子的残骸。印尼学者起初也不以为意，直到几组国际潜水员带回了更清晰的影像，才引发局部研究潮。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些石块排列并非随机，部分区域与日照角度存在一定规律，而且和与那国遗迹的构造比例居然有些类似。还有一个地方，很多人想不到，古巴海域，在哈瓦那南部约700米深的海底，有一片被称为古巴水下建筑群的奇怪结构。2001年，加拿大一支探测队在使用声呐扫描时，意外发现那片异常地形。数据图显示出矩形平台、对称布局，还有高低落差分明的结构块。初步分析后，他们惊呼：这不应该是自然的。更震撼的是，那片结构的年代如果真如沉积测算所示，可能在5000年以上。这些世界各地的疑似遗迹一一摆出来后，网络上自然也掀起全球海底文明地图的狂热风潮。有网友甚至用 Google Earth 画出了海底遗迹可能带的分布线，发现这些结构大致都在板块交界、洋流密集、火山活动频繁的区域。这让他们提出一个更大胆的假设：人类最早的文明并非从河谷、平原、草地开始，而是海边人种。这些海边人擅长航海、造岛，顺潮流迁徙，而后被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吞没，遗迹也随之沉入深海。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文明起点，只是幸存的陆地分支，而真正早期的历史早就躲进海底。这种海边起源论听起来惊世骇俗，但它确实吸引了部分学界的注意，尤其是研究板块演化、海岸线变迁的地质学家。根据冰河期末期的海平面上升模型，全球海平面在约12000年前开始急剧上升，最高涨幅可达120米。这个数据意味着大量原本的沿海区域被彻底淹没，尤其是像东南亚、太平洋岛国、加勒比这些多岛屿地带，被吞掉的土地面积甚至超过了现代日本。而琉球群岛正是这种边缘地带的典型代表，它从来不是中心，但恰恰因为身处大陆与大洋之间，反而可能是古代人类迁徙的驿站。你可以想象这样一群人，他们沿着海岸生活，崇拜海神，会造船，会导航，在岛与岛之间流动。他们或许不会留下文字，但会刻下图腾，会摆出石阵，会建一座朝向太阳升起方向的平台。然后某一天，地震来了，海啸来了，或者只是海水慢慢涨上来，一切消失得无声无息，只剩下那些沉默的石头躺在海底，等着后人用疑惑的目光重新发现它们。这就像历史在大洋上留的暗号，散落全球，却从未真正拼合。而与那国遗迹就是其中最清晰、最完整、最像句子的一块石板。你把它跟古巴的影像对比，会发现布局相似，跟印尼的石阶比也能找到结构共鸣，甚至与复活节岛的石像一比，都有那种不属于现代的设计感。它们像是分布在不同角落的海底文明邮票，你只要找到足够多张，也许能寄出一封跨越10000年的信。但信要寄给谁？你、我，还是那个还没诞生的未来历史学家？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世界上有太多像与那国遗迹这样的地方，他们不说话，却不停地提示你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全部，你愿不愿意相信是你自己的事，但它一直都在，哪怕没人提起，哪怕科学不承认，哪怕地图不标注，它就在那儿，看着太阳升起，看着月亮沉下，像一个耐心极好的讲述者，只等你坐下来听他讲一句开头。面对这片如谜一般的遗迹，科学界的方法是测量、建模、分析，神秘主义者的方式是感应、传说、图腾。而还有一股力量悄悄介入了这场讨论，它既不完全属于科学，也不全然走向玄学，那就是现代科技。别误会啊，这里说的不是遥远的未来黑科技，而是我们已经可以实际运用的声纳成像、水下雷达、三维建模和 AI 图像还原技术。这些技术的加入，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看清遗迹的机会，也让整个与那国海底第一次从模糊的想象走向清晰的立体结构。最先引入高精度声纳的是一支来自东京的海洋工程团队，他们使用了一种多波束声纳设备，可以通过从不同角度发射声波并接收回声，绘制出海底的高精度地图。这些声波在遇到密度、形状不同的岩体时，会产生细微的回弹差异，从而让研究者判断某块石头到底是天然还是后天加工。结果出来时，所有人都愣住了。这一片遗迹区域不仅平台结构清晰，而且边缘的直线精度高得惊人，有些边角误差不到3度，这在自然构造中极其罕见，几乎就是用尺子量出来的级别。接下来是一组台湾海洋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带来的是水下 LiDAR 激光扫描装置。虽然在深海中 LiDAR 的作用有限，但在较浅区域仍然可以补充声纳的不足。他们扫描出的图像显示，在遗迹南端有一个像是凹槽通道的结构，其形态与陆地古文明中的排水系统惊人相似。你可能会问，海底哪需要排水？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这是原本在陆地上的建筑，那么它存在排水逻辑就不奇怪了。也就是说，这片遗迹可能曾高高在上，而非如今沉没于深海。第3批技术公式来自 AI 图像建模，研究者将水下拍摄的照片、声纳数据与建模算法整合，构建出一个高度拟真的3维模型。这个模型可以虚拟重建遗迹原貌，把塌陷的结构抬起，把海水排干，让我们仿佛走进遗迹真正建成的那一刻。当模型完成，几位研究人员站在虚拟视角中环顾四周，心里冒出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肃穆感。高台、阶梯、观景平台、通道入口，甚至还有2个对称立柱的残基，这一切让建筑感扑面而来。它不是乱石堆，也不是自然乱拼，它像是一个空间，一个被精心规划、布置并有其用途的活动场所。但即使技术描绘得再清楚，也无法回答是谁建的、为什么建、何时建成这些关键问题。科技能提供细节，却不能提供意义。于是人们开始把建模成果拿去与其他古建筑遗址进行比对。比如有学者发现，遗迹主平台的比例与玛雅的乌斯马尔高台高度近似，连阶梯坡度都几乎一致，而侧翼结构与土耳其戈贝克利什阵的布局在比例上也有可疑的共通点。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有人在模型中测出主平台朝向与冬至日出角度几乎吻合，这是一种古文明中常见的时间仪式设计。当然，光有像还不够，但它的确提供了一个可能：这些被称为神秘遗迹的地点，或许彼此之间并非孤立，他们可能共享某种被遗忘的观测知识、几何逻辑、宗教用途，甚至文化血缘。
如果与那国遗迹不是孤立，而是某种网络的节点呢？如果万年前曾有一批擅长观星、测日、凿石、建塔的族群，他们在不同岛屿之间迁徙、建造、遗留结构，然后随着海水的爬升，慢慢被历史擦去，只留下几座模糊的、看起来不该在那里的建筑。这些猜测无法证实，但科技带来的成果正在一点点逼近一个残酷的现实：这片遗迹的确与自然构造有异。那些规则的边缘、重复的角度、特定的朝向，在数据面前难以用巧合一词轻描淡写。这并不是否定地质学，而是承认自然之中或许真的夹杂了一点点人为。而在模型的最后呈现中，有一个片段令人动容，那是一个模拟从高空俯瞰遗迹的视角，整片海底、平台、通道、砾石在一瞬间拼合成某种图案。那不是城市，也不是村庄，而像是一块时光碑文，被海水盖上印章，被浪涂改边角，被沙子藏住细节。你从空中看下去，就像看到时间的骨架，一座用岩石写成的古老句子，沉默地躺在蓝色的纸上。他不说话，但你知道他在讲述。他讲的不只是建筑，不只是地质，不只是想象，他讲的是一个文明在最安静的时候留下的最响亮的一句话。好了，朋友们，上集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集见，好梦。